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 Taiwanese Mandarin Podcast，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Kevin， 真的很开心，终于跟大家见面了。这个频道的成立，当然是希望用最自然、最道地的台湾华语，带领大家认识台湾。我们不教死板的课本中文，我们聊的是台湾人的日常看法，还有那些课本没说的台湾特色。那这是我们这个频道的天字第一号，也就是第一集。第一集我想要跟大家聊一聊一个最经典的话题，那就是台湾人的手摇饮文化。讲到台湾，大家是不是想到的就是珍珠奶茶这一个大家讲到台湾都一定认为的是那种 bubble tea 的文化，在台湾是从台湾出来的。那如果你曾经在台湾点过手摇饮的时候，应该都会遇到一个超级经典的难题，那就是有时候你会听到说我要加珍珠，说我要加波霸，到底珍珠和波霸是一样还是不一样的东西呢？如果你是在美国或是其他国家，当然对于这一种bubble tea 的时候，大家统一都会叫做波霸 tea。波霸 tea， 但在台湾这两者是有差别的哟。其实这两个最直观的差别就在于它们的大小。珍珠通常指的是直径比较小的那种粉圆，吃起来比较散，不用咬太久就可以吞下去的那种，口感会比较滑顺。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叫做波霸，这个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那种大颗的粉圆，一颗通常就是跟你的指头差不多一样大的那种粉圆。这种波霸呢，它的口感非常 Q 弹，我们台湾人常常会说这很有 QQ 的感觉，或者是说很有嚼劲。通常你咬那一颗要咬个5口10口这样的才可以把它咬烂的那种，叫很有嚼劲 QQ 的感觉。而且你知道吗，波霸这个词，如果我们要从语言来看的话，它其实是从香港话来的。通常波霸一开始指的呢，是有丰满的胸部的女性，去形容她们那个胸部2颗很壮观的画面。但是后来这个词被台湾人引进，它是用来指的是那种大颗的珍珠，因为也是那种 Q 软 Q 弹的那种感觉，所以呢，这个词现在在台湾已经不是用来形容那种有丰满胸部的女性了，而是指那种大颗的珍珠。所以现在你在台湾讲我要加波霸是很正常，很不会让人家觉得尴尬的一个词，所以放心的使用。那到底为什么我们要分这么细呢？你知道的，台湾人其实很讲究的就是吃，对于吃的口感以及那种味道以及那种层次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我常常说台湾人很重视方便这2个词，对，那台湾人就是要坚持说，因为小珍珠跟大珍珠吃起来的感觉口感是非常不一样的。有些人觉得喝奶茶就是要配大颗珍珠的波霸，因为嚼起来才过瘾，才有那种吃点心的感觉。但有些人就觉得我是要喝东西，我不想要花太多时间在咬东西，他觉得咬大颗珍珠咬的心好累，反而他就觉得那种小颗珍珠是 OK 的，是可以接受的，基本上还是在喝东西的感觉，那可以那种咕噜咕噜的直接喝下去就够了。所以其实每个人对于喝饮料的那种期待也是很不一样的，有人期待的是喝饮料的同时也要吃东西，所以才会喜欢波霸。有些人他喝饮料就只是要喝，顶多有一点小东西在嘴巴的感觉就够了，那么他就点小珍珠。那现在当然有些业者也
也会推出创新的一种喝法，叫做混珠，也就是珍珠波霸一起来，把大颗的波霸跟小颗的珍珠放在一起，让你一口气吸的时候可以喝到2种层次的口感。对于这种有那种选择困难症的消费者来说，这种混珠就可以一口气享受到2种不同的口感。看吧，台湾人对吃是不是非常的有特色、有创意呢？再告诉大家一个点餐的秘技，你会在菜单上面看到有奶茶跟鲜奶茶这2种分别，差一个字，差很多哦。奶茶通常用的是那种奶精粉 non-dairy creamer 那种奶精粉做的，它喝起来就会比较香醇浓郁，比较有那种油油的感觉。那鲜奶茶用的就是新鲜的牛奶调制而成的那种 latte fresh milk tea 那一种，这种是真正加入鲜牛奶的。如果你的肠胃比较敏感，或者你就是不要喝那一种化学加工的奶精粉，你追求的是健康，那么记得在菜单上面找拿铁或是鲜奶茶这样的品项就没错了。所以你看，光是一杯珍珠奶茶在台湾就有非常多的学问，这其实反映了台湾人对生活对于那种吃的东西那种某种执着吧。即使是这么日常的小事，我们都会把它做到那种极致的客制化。很多外国朋友来到台湾之前，都以为台湾人每天把珍珠奶茶当水喝，对吧？说实话，虽然我们真的很爱喝这些手摇饮文化，台湾的街头也确实到处都看得到各种不同各色的手摇饮文化，但是不是代表每个人每天都在喝珍珠奶茶啦。因为珍珠奶茶的热量真的很高，而且真的很不健康，如果每天喝，那个热量真的会超级大爆发哦。不过手摇饮这件事对台湾人来说真的像是一种灵魂补给的那种概念，不管是上班族的压力大，或是学生下课后想要来一点甜头，或者是像大家很多上班族下午的时候大家会一起订饮料那种大家肚子饿，又或者是朋友聚会，感觉大家第一句话通常就会是要不要来订饮料。反正只要是有人聚会的地方，大家都觉得一定要吃吃喝喝，那种订饮料的这种文化就成为台湾朋友聚会的时候必做的一件事情。既然要聊饮料，我们就要来聊聊台湾点饮料的独特逻辑。如果你去饮料店，店员一定都会问你这2句：甜度冰块以及要载具吗？我们先看看第一个问题，在台湾点饮料的时候，其实不只是说要大杯、中杯或是小杯，最精彩的是那个客制化的过程。在台湾的手摇饮文化当中，甜度通常会分几个 level， 从全糖、7分糖、半糖、微糖，以及到最近很流行的无糖。这甜度有好几种选择。冰块也分了好几种，正常冰、少冰、微冰，还有完全去冰。像这几种组合，通常就是我们在点了 size 大小之后，我们会说少冰、微糖、去冰、微糖，或是无糖、去冰，这样很简短的表达客制化需求。如果你下次来台湾，我个人最推荐的是微糖微冰，这种甜度冰度对很多台湾人来说是一种黄金比例，既能喝到茶味，
又不会觉得身体吃了太多糖而有太多的负担。至于刚才提到的第二个载具，载具在台湾生活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哦。什么是载具呢？就是把发票存到手机的云端载具里面。英文的载具可以翻成一种 digital container for receipts。这以后我们会再做专门的一集来聊一聊台湾人的载具文化。但是下次来台湾听到载具吗？如果你没有，你就直接说没有载具就可以了。其实我觉得啊，手摇饮店对台湾人来说，不只是一个买饮料的地方。如果它只是一个买饮料的地方，其实台湾到处都有不同的买饮料的地方，像是多到爆的便利商店哦。但是手摇饮提供的一种买饮料的地方，它其实还像是提供了一种疗愈的空间。走在台湾的街头上，每隔50、100公尺，你就会看到一间饮料店。当你手里拿着一杯冰冰凉凉的饮料，尤其是在台湾那种热死人的夏天，每天35、36度的夏天的路上，你拿着一杯冰凉的饮料，那种心情真的会瞬间的变好。虽然现在大家都越来越重视健康，但是手摇饮已经成为了台湾庶民文化里面一个重要的一部分哦。甚至就像刚才说的，下午开会、朋友聚会，就算不开会，下午上班也要来点饮料的这样的一种场景呢，手摇饮已经是我们的生活的方式，或者是跟朋友社交的一种媒介了。好啦，第一集的内容比较轻松，主要就是想跟大家打个招呼。如果你喜欢这一集节目，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如果你有什么想听的台湾话题，或者是你在学习台湾华语的时候遇到的困难，都欢迎留言告诉我哦。下一集我们要来聊一聊台湾也是非常发达的超商文化。便利商店这个东西在亚洲很多的社会都看得到，但是台湾的超商文化究竟跟其他城市、其他国家的超商文化哪里不同呢？为什么我们台湾人的生活现在已经完全离不开 7-Eleven、全家、High Life 这一种便利商店呢？我是 Kevin，我们下一集见喽，拜拜。